那些迟来的好事，其实从未迷路。他们不是走错方向，也不是忘记了你，只是一直在属于他们的路上，不急不忙地前行。过去的你，也许曾怀疑过，为什么别人的人生好像比较快抵达？为什么同样努力，结果却总是晚一步？你不止一次问过自己，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你看着时间往前，而自己还停在原地，那种感觉很安静，却很重，不是失败，而是一种说不出口的落后感。于是你开始急，开始怀疑，开始想要加快脚步。你以为只要更用力，就能追上那些看起来早已到站的人，但你没有发现，你其实一直在走，只是你走的那条路，不在比较的视线里，不在被赞赏的节奏上。那些迟来的好事，之所以看起来迟，不是因为它们慢，而是因为他们拒绝用不适合你的方式出现。如果他们早一点到，你可能还没准备好，还站在不对的位置上，还在用委屈交换安全，用怀疑看待自己。好事不是迟到，他只是很谨慎，他不愿意在你还没站稳之前，就让你承受本来属于你的重量。你以为他们迷路了，其实他们一直在路上，只是那条路需要你先走回自己。当你还在勉强，他们会慢一点；当你还在否定，他们会再等等。不是惩罚，而是一种保护。直到有一天，你不再那么急，不再用比较定义自己，不再因为晚就觉得自己不配。你站在一个比较真实的位置上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你开始看见原本错过的线索，其实一直存在。原本延迟的回应，也慢慢靠近。那些好事没有突然出现，他们只是终于走到你能接住的地方。你会发现，他们来得刚刚好，不会让你慌乱，不会让你失衡。你不再需要用力抓住，他们自然会留下。原来时间从来没有对你苛刻，它只是在替你保留最适合的版本。那些迟来的好事没有迷路，他们只是选择在你不再怀疑自己的那一刻，才真正走向你。而当你回头看，你会明白，所有看似延迟的片段，其实都在为这一刻铺路。原来你没有慢，你只是走在一条不需要赶的路上。而那些属于你的好事，一直都知道该怎么找到你。我不是在等待奇迹，而是在成为奇迹。那不是某一天忽然被选中，也不是命运突然偏爱，而是我终于明白，奇迹不是降临，而是累积。过去的我也曾抬头仰望，期待某个转折点，某个外力，某个足以改写一切的瞬间。我以为只要撑到那里，人生就会不同。于是我等待，一边努力，一边怀疑，一边告诉自己再忍一下，
再熬一点，奇迹总会来。但等待久了，我开始感觉到空，不是事情没有进展，而是我好像把力量全部交给了未来，交给了一个尚未出现的时刻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如果奇迹真的存在，那它也不会发生在一个不断否定自己的人身上。于是我慢慢收回等待，不是放弃希望，而是把希望放回自己手中。我开始改变的不是世界，而是我每天对自己的方式。我怎么面对失败？怎么安放疲惫？怎么在没人看见的时候，仍然选择诚实？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选择，一次一次把我从旧的轨道带到新的位置。我开始为自己站稳界限，不再用委屈交换被留下的可能。我开始尊重感受，不再用坚强压过内在的声音。我也开始允许好事，不在第一时间怀疑，不再急着找代价。我让幸福停留，让平静生根。这些都不是奇迹般的事件，却一点一点重写了我的人生走向。我才明白，奇迹从来不是突如其来，它是你在每一个没有人鼓掌的时刻，仍然选择善待自己，选择相信，选择不再背叛内心。当我不再等，而是开始成为，奇迹反而靠近了。不是因为我渴望的够用力，而是因为我活在一个不再拒绝美好的状态里。我不是在等待奇迹，因为我已经在路上。在每一次修复自己，在每一次对其内外，在每一次选择温柔，不论有没有人看见，而那样的累积，终究会在某一天被世界看见。不是以奇迹的名义，而是以一个终于活出自己的人。原来成为奇迹，不是站上舞台的瞬间，而是我每天都没有再离开自己。我开始相信，这一切都有其温柔安排，不是因为我终于看懂了全局，也不是因为人生忽然变得顺遂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把每一个不确定都当成需要立刻修正的错误。过去的我很容易焦虑，一遇到延迟就怀疑自己是否走错，一看到卡关就急着问是不是不够努力。我把未知解读成威胁，把等待视为浪费。于是我不停推动，不停调整，不停想要提早知道答案。我以为这样叫做掌控，却没发现，我其实一直活在对生命的不信任里。当我站在那个状态，世界看起来很硬，每一步都像在测试我，每一个转弯都让人不安，好像只要慢一点，就会被时间抛下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事情太多，而是我忽然意识到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安心地走在当下。于是我开始尝试相信，不是一次到位，而是一点一点，在呼吸里，在日常里，在那些看似平凡的选择里。我不再急着为每个延迟下定义，不再把暂停当成退步。我开始允许事情在还没准备好的时候，先保持原样，
就在这样的松动里，我慢慢感觉到一种不同的流动。事情没有立刻变好，却不再那么刁难；人没有突然理解我，却不再那么消耗。我才明白，所谓的安排，不是剧本，而是一种保护。它在你还没站稳之前，替你挡下太早的重量。那些看似错过的时机，其实是在等你，等你走到一个不再勉强的位置上。那些延后的回应，不是拒绝，而是延伸。当我不再急着证明自己，事情反而开始找到属于它的路。我不再需要用力对抗，也不再被迫提前承受结果。这不是消极，而是一种信任。信任我已经在路上，信任生命不会在没有原因的情况下让我停在这里。我开始用不同的眼光回看那些曾经的低潮，它们不再只是失败，而是一次一次把我带回自己身上的转弯。原来温柔的安排不一定让你走得快，但会让你走得久；不一定让你炫目，但会让你稳定。当我开始相信这一切都有其温柔安排，我不再急着抵达，也不再害怕迷路，因为我知道，就算此刻还看不见答案，我也正被引导着走向一个不会背叛自己的方向。你此刻的稳住，正在撑起未来，不是因为你已经看见终点，也不是因为你掌握了所有方向，而是因为在这一刻，你没有倒下，也没有逃离。过去的你，也许以为未来是被冲出来的，是靠速度，靠证明，靠一次次硬撑换来的。你好像总觉得，只要慢一点，就会被时间抛下。于是你很少真正站稳，你一边前进，一边摇晃，一边怀疑，一边要求自己不能停，哪怕内在早已发出疲惫的讯号，你也选择忽略。但真正让人走不远的，从来不是慢，而是失衡。当你站不稳，再快的速度也只会把你带往更深的耗损。当你内在动荡，未来就必须用更大的事件来提醒你停下来。直到有一天，你选择稳住，不是因为事情解决了，而是因为你意识到，如果连此刻都站不住，未来也无处可落。这个稳住，不是咬牙，不是硬撑，而是一种很深的回来。你把注意力收回身体，收回呼吸，收回正在发生的当下。你不再急着向前证明，也不再反复向后责怪，你只是让自己好好站在这里。那一刻也许没有成就感，没有突破的喜悦，甚至没有人知道你正在做一件多么重要的事，但你的神经系统知道，你的内在知道，你终于没有再把自己推倒。稳住的力量从来都很安静，它不像冲刺那样被看见，却是所有远行的基础。没有稳定，未来只是一个空洞的想象。当你稳住，你开始做出不同的选择，不是更激烈，而是更贴近。你不再用恐惧决定方向，也不再用焦躁交换安全，
你会发现，很多事情不需要立刻解决，很多答案不需要现在出现，因为你已经站在一个可以承受未知的位置上。你此刻的稳住，正在替未来撑起空间，让它不必以混乱登场，不必以代价靠近，不必用失控来逼你成长。未来其实很敏感，它感觉得到你是否有地方可以站。当你站稳，它就知道不必太急，你可能还没看见成果，还没走到转折，但你已经在做最关键的准备。你让自己不倒，你让自己留在自己身上。原来撑起未来的，不是野心，不是预测，不是一次到位的勇气，而是你在此刻愿不愿意稳稳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。你此刻的稳住，不是停滞，而是一种深层的承载。它让未来来临时，不必担心你会碎裂。也许有一天你回头看，才会明白，真正改变走向的，不是哪一次冲刺，而是这些没有人看见的瞬间。你选择稳住，而没有离开自己，而那样的你，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撑起了一个可以长久生活的未来。你此刻的平静，正在改写未来的走向，不是因为你终于想通了一切，也不是因为世界突然变得安全，而是因为在这个瞬间，你没有再让恐惧替你做决定。过去的你，也许一直相信，未来是被计划出来的，是靠预测，靠准备，靠不断提前演练最坏结果换来的。你好像总觉得，只要先焦虑，就能少受一点伤。于是你在还没发生之前，就已经耗尽力气。你一边活在现在，一边承受未来。你的身体在当下，心却早已跑到很远的地方。那样的你，其实很努力，却很难真正安心，因为每一个选择都带着防备，每一条路都像是在逃离某个结局。直到有一天，你忽然安静下来，不是因为问题消失，而是因为你不想再用紧绷的方式生活。你没有逼自己想清楚，只是先让呼吸回到身体里。那一刻的平静可能很短，短到你以为它没有意义，但正是那样的状态，正在悄悄改变方向。因为未来从来不是被恐慌推动的，它是被你此刻的状态一点一点形塑的。当你在焦躁中选择，人生就会回应更多不安。当你在平静里站稳，世界就不需要用剧烈的方式提醒你方向。你此刻的平静，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停止内在的拉扯。你不再一边向前，一边否定自己。你不再用未来的担忧惩罚现在的自己。在这样的状态里，你的感知变得清楚，你开始分得出哪些念头是恐惧，哪些是直觉，哪些选择是逃避，哪些是真正的对齐。你没有刻意改变人生，却发现路慢慢不同了。你不再被同样的情境消耗，不再反复走进必须委屈自己的方向，不是因为你更强，
而是因为你更稳。平静让你不再急着证明价值，不再害怕落后。你开始在每一个当下为自己保留空间，而那个空间正是未来能够安全落地的地方。你可能没有发现，但未来的走向已经在这些安静的瞬间里慢慢转弯，不是大幅度改道，而是避开了那些原本会让你耗尽的路。你开始吸引的不再是混乱，而是稳定；不再是考验，而是支持。因为你此刻的平静正在告诉世界，你已经不需要用痛苦来证明成长。原来真正改写未来的不是一次激烈的决定，而是你在此刻选择不再慌乱，不再内耗，不再离开自己。当你安静地站在现在，未来就失去了用焦虑催促你的理由。它会慢下来，调整脚步，用一种你承受得起的方式靠近你。你此刻的平静也许不被任何人看见，但它正在为未来铺设一条不必硬撑的路，让接下来的每一步不需要用恐惧开路。也许有一天你回头才会明白，真正改变人生走向的不是哪一次用力向前，而是这些看似平凡的时刻。你选择平静，而没有再把自己推向崩溃。你此刻的平静不是暂停，而是一种最深层的行动。它正在无声地替你改写一个可以安心生活的未来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